你帮我挡手榴弹的时候，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对，挨个打，走，快点！哎，排长，哎，扶着点，扶着点。哎，扶着点，来，排长。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三儿大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来，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河灯。潘护士，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韩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那我叫你张大哥。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87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
尸骨未存，什么都没有。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张大哥，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会到大海，终归会到大海。摘草，折船。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折很多很多只，给我87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好。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你不怕？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爹，要么你们别耗着了，我给你把床板放下来，你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嘿，回来了。如何？砸了，输了。输了。那灵爪桂鱼输了，独乐乐、中乐乐也输了。嗯，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嗯，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菜没做好，做好了，词儿没背对。都背下来了，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全说了，一个字不差。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嘿，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他说你骗他。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是这么回事儿。然也，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菜赢了，赢了！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别，钱。等一下，我错了。我一定。哎呀，不是咋了嘛？你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哎呀，我就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教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因为你傻呗，为什么？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辞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哎，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股，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送钱找门路也方便些。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是，而且，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813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以前我就跟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策。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先生，要我们陪您说说话吗？等我按快门。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带来的。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扔黄浦江。啊？啊！来。谢韩护士。小月，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呢。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傻妹妹，那都是戏。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不是的，小姐，我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小姐，你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醒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啊？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好，姐，照顾好自己。保重。姐，到了香港记得写信给我。我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淑珍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1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这1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地消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岳飞哥，你听说过八瓣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2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你跟他们有接触？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穿越。可以给我看看取经吗？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明灰扫干净就行。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四宝姑娘，哎，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行，就是别让小云宁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不会不会。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你先忙着。好嘞。月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儿》，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妈妈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只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2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举上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他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1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1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哎呀，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接着把它讲完吧。我这是逗孩子呢。孩子叫月明啊，对，月明。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你接着忙。好。哎呦，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我自己来吧。啊？四宝也被开了吗？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我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几本宋版的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这书啊，不倒带。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
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好，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犬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爹，田先生，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失敬失敬了。这是令郎啊，犬子。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多亏了老先生指点。哪里，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好。太爷啊，您跟他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可看看啊。不是，您要是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那你听听我说什么了？无妨。吾观此人，亦读书人也。飘散在他自个州，召集自个州，慢着。啊。在他自个州。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你可真够油的，发自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水美，山美，人更美啊！走吧，饭出来是溜腿的，不是溜嘴的。腿要溜，嘴也要溜啊！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怎么了？数不对啊？数是不对，多了一份。发工资了？怎么了？数不对啊？数是不对，多了一份。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曲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太爷不会露馅吧？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这，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哼，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我问他干嘛呀？是他多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呀。哎，你干什么？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没了。还是我戴维安，我呸！哎，四宝，行了行了，你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得很，水千万别浇多了啊。明白。哎，孟嫂，有事儿啊？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1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没算错，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谢谢周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啊。你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1、2个小时给先生读书？我去读啊？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啥？念书？他不是识字吗？识字呀，
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3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的。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儿。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田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敬字。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的。哎呀，你们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敬的，你们还敬朱啊？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走，你等我一下，等我。田先生，请进。需要我读什么？随便，书都在这儿，想读什么都行。堂吉诃德可以吗？可以。谢谢。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好。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嗯。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得。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授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钱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哦。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个是真的。斯特曼6P改良型，民国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了，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充足这个房间。请坐。可以接着读。干艰险的事，救受难的人，以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内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方师傅，哎，
豆子哥，田先生发好了吗？哎，来了来了。好。好嘞。哎，四宝，这是田先生下午茶吧？嗯，对。要不我去送吧？你送？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一周的菜单，你帮我打一下鸡蛋啊。好，没问题。一会儿我回来啊。没问题。英勇的堂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对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地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梭杜辛纳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先生。因为下午茶，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堂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全意，行你的全心。这其实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决，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4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极客气的游行着。说时，他行到4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极客气的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路。焦师傅，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孟师傅，哎，准备2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2份是吧？嗯，行。万福，哎，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明白了。万福，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什么。啊，哎，小豆子，哎，新来的红酒啊、牛奶搬完了没啊？还差几箱，麻利一点儿。哎。孟师傅，哎，万福啊。哎呀，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太爷那话怎么说来着？大褥子，还会叫。
还真是孺子可教。哼，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新发的薪水给你。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你不是帮爹抓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给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哎呦，月明还没吃饭呢。哎，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好。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慢点，不着急。他娘的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15月。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先好好吃一顿，吃饱了，给他们好好干。中秋吉祥！吉祥！哎呀，这个花带。中秋吉祥！你也吉祥。中秋吉祥！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退守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以弱胜强不是没有可能的。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啊，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约翰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委员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谈盘谈。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打游击它不需要身份，还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黑家伙，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老尤啊，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来，小月，这太好了。你腿好了，没事了？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嘛。哎，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狗尾巴草馅儿的。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啊？好，再给你2个。哎，记住了啊。来。哎呦，好，到时候好菜给留点啊。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老友啊，你这病得的好啊，跟人。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哦，笑起来也疼。余为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2字，为探其本也。还有5分钟。您不是睡着了吗？没睡啊。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您还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是因为身份变迁吗？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那一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界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
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她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了。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我娘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接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接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后来呢？后来我娘跟我爹说：“我只是疼，又不是瞎。”你跟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命。谢谢。我叫田家台，字鹤琛。鹤琛先生好。这边。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中秋节上，阿田。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哎，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书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士啊？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上呢。
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先生稍等，来，请坐。哎，阿田啊，我的内人一直想看你收藏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他去参观一下？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没关系，夫人这边请。谢谢。谢谢啊。有虾子。可以吗？哇！哦，还能转动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我先生跟我说过，田先生还借驾飞机去阿尔卑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皮草厂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小事一桩，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你知道，我最讨厌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被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老特老，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几小时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咱俩呀，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毕竟我是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什么职位？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并将东京之役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国策？我只听说过男厕和女厕。阿田，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和军方的。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从一个只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工藤，那2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呀？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工藤去找水源没了路，田先生委屈就大，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那你那个，浦东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呢？我正在修复国资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系企业的总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这种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伙伴。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阿天，变则通啊！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普大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是，你很了解我。田先生，月饼好了。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来，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但是要你先吃。我要是先不吃，你也不吃吗？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那要不咱们一起吃吧？不，你先吃。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吃啊。嗯，嗯，嗯。
月明啊，爷爷去给你找妈妈啊，咱们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万福啊，万福，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明辉啊，你在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啊。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助兴吧。あ、節子、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くれないか。はい。私16万秋娘、春よ3月雪解けに陰中花が咲いたならお嫁に行きます隣村。ワンさん待っててちょうだいね。ドラや太鼓に送られながら花の我们日本人喜欢一边赏月一边去穿着的，最吉利的是去15个童子园，有些地方就按一个1年12个月就去12个，你再去点吧。我没那么大胃口，我怕撑死。田先生，我能先告退吗？可以。田先生，我去看看。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下人，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他不用赔，他是我爹，你的父亲。林子不是仙逝了吗？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的，见了见不得的东西。爹，爹，
救命！不在。哎，不是，等一下，手电筒。哦。爹，别命！爹！阿田，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场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我管你什么国策、男厕还是女厕，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对，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体系企业都被当成敌场，强行没收，有力争结果。尤其是你那个机械长，拥有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熟练的技师，只要稍加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谢谢。快走，不怕我爹的魂儿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个胡子这么长。李店长，谢谢您。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没看到。哦，谢谢啊。太爷，都已经这么晚了，太爷去哪了呀？怎么办？都怪我。哎呀，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爹，太爷。
太爷怎么会来聚人里？他不找罪受吗？万福，不哭了，不哭了，爷爷在呢，爷爷在呢。太爷，太爷，万福，哎呦，看谁来了？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来了。妈妈抱。太爷，好了好了好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月明不哭我还能上哪儿啊？我只能在这儿。走，咱回家。我哪有家呀？巨人里8号。太爷，这巨人里8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我没有家，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太爷，你干嘛呀你？爹，玉娇，你跟我回去吧，爹。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们给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了。你回去吧，你快起来，孩子啊，你起来呀你！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了，太爷！你要急死我了你！你跟我回去吧，太爷，太爷，太爷！咱去医院。哎，七哥，七哥，天下没猜错，你们果然在巨人里，快上车。天上，医生看过了，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天上，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一娇啊，你怪我屁事背的，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一娇，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葫芦，我想忍，可是我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云变色。云奎啊，对不对呀？啊！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田先生，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我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
打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一对。你们2个工钱加一块儿，在天府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今天的月饼好吃吗？好吃。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他能用菱角。找人，放火，
把浦东肥皂厂烧了。啊？放火，把浦东肥皂厂烧了。是。往两边走，往两边走，不要挡住中间道。罗医生，罗医生，这个伤员重度昏迷，需要紧急抢救。他清醒了。快快快！马上抬到手术室。好，好的。 呼吸微弱。报告，公路被日军火力封锁，来接应的车辆过不来了。目前日军距离医院就几里的路，正在高速向我军深入。上峰有令，令医院自行撤离。走。罗医生，罗医生，罗医生，这个战士需要马上手术。快！院长，大部队都撤了，我们也跑了。 是啊，要是都跑了的话，那这些伤员该怎么办？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我们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那也不能不管。好，好，好，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突围，要么投降。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是啊，投降，不能死也不投降。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血还少吗？ 拼了，咋的命？跟鬼子拼了！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就是。院长，我赞成投降。我也赞成投降。再不投降，我们就等于是白。我经历过从卧头南京，怎么能投降呢？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用刺刀挑。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是那我们也不能白白就送死啊！怎么打呀？有可能。这是突围，这是突围。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别吵，别吵。民主决定，一人一票，大家举手表决。投票可以，我选择投降。投降，我也投降。投降。为什么要投降？ 伤员怎么办？我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就是我们都没见过你哪个人呢？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他是少将旅长。旅长啊！哟，我们医院还真是藏龙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他是我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87旅张云奎，这么熟悉呢？鄙人130军187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哦，是的啊！你淞沪会战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好了，都不要说了。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院长，你不能说你是旅长，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了。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哎，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 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这个最大的逃兵！你干什么啊？参谋长，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 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
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张志远，你接着说好。三班长小周，有，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是。杨远征，有，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是。姚勇，有，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是。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1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好，祖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377红花不能丢。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轻装前行。都记住了？记住了。分发武器，志向。是。好。快点，照顾好他。是。跟上，跟上。小叶姑娘，你也注意啊！哎。保持肃静，加快速度。这边，没人了吧？赵旅长，所有人员都撤出来了。走，走，走。走。何真兄。报纸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我没看，我听广播了。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哎，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你早就知道了。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个小人，贱人！仗都打到这种程度。
来保护你。这第3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呢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铁先生，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不要外出。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谁约您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刘胜，贝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邵老投靠伪政府吗？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2只船，拿我立一功，将来有朝一日好减轻自己的罪名。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吗？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2道守卫。咖啡好了。安全，小周，好。安全，安全，快过来！慢点，小心。走。将领制高点。祖良，照顾伤员，别带他爆炸啊！你干什么？不要检查伤情啊！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高油，来，元征，跟我去前面侦查一下，走。告诉他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哎，好。